关于这个对接当中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它在长江主航道以下，这个施工的这个条件根本不具备做竖井的这个。主要目的呢是减少冻结体的一个。那么怎么样你们是保证这个对接的这个精度的，不要往下沉？这个上面你们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大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是介绍邓沟隧道的对接技术。很久以前就有这样一个幽默故事，当时的业主计划要建一条连接英国和法国的英吉利海峡隧道。有一天，有位承包商找到了业主，他说：“我可以用对接的方法帮你建造英吉利海峡隧道，这样就可以为你们节省一半的施工时间。”业主说：“假如两条隧道挖偏了，对接不上咋办呢？”这位承包商说：“那就更好了，你可以有两条隧道了。”这个故事倒也揭示了邓沟对接的一个关键技术问题，那就是如何确保邓沟正好对接上。其实邓沟对接的难题远不止测量和绝境误差问题，还有诸如如何确保对接点的密封，如何在软土层稳定先到的邓沟，如何拆除邓沟内部的部件，如何确保对接段邓沟承接的质量，邓沟制造阶段要事先考虑哪些特殊功能。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请来了主持江阴晋江长江隧道对接邓沟施工的项目经理梁玉强先生。梁玉强先生从事邓沟隧道施工已有16年时间，他曾参加了南京纬山路过江通道、上海地铁13号线、南京河晏路过江通道、江阴晋江长江隧道等多个重点工程的施工。梁总，非常感谢你啊，在这么忙的时候能够抽出时间呢跟我交流。今天呢，我们到这里来，实际上是想了解，对于这样一个长距离将近5公里的隧道，隧道的邓沟的直径已经到16米了，这样一个工程，你们采用了对接的方法。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这个对接当中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好的，白教授。其实江中对接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最初的一个设想，它是一个意外。线性动工机由于进口主轴承意外失效，导致被迫停机。为了完成这个隧道的一个整体建设，我们被迫从江南重新始发了一台动工机，在长江底下进行了对接，实现整个隧道的一个贯通。当你这个主轴承出了问题的时候，正好是在江底下，江底以下54米的深度，水深呢是27米，覆土呢也是27米。对接的这个停机的位置呢，正好处于这个覆水沙层。很多年以前啊，在美国有日立的一个邓沟啊，也曾经发生这个主轴承损坏，在那边停的。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呢，是不是水底下？他们是地面，他们专门做了一个竖井。然后您在这里是做竖井是没有这个条件的，因为它在长江主航道以下，这个施工的这个条件根本不具备做竖井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对接的话，我们感觉到啊，就是你这个邓沟你要在这里停了不能动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你这个邓沟原来没考虑对接嘛，那么你另外一台邓沟的话呢，你这个是知道了我要去对接了，是吧？那么这一台邓沟它就和正常的不考虑对接的邓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是的，在这方面你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好的，白教授。由于这个接收井并不是一个始发井，江南重新始发一台动工机呢，它的结构尺寸是不满足要求的。除了我们在结构本身进行了一些结构优化之外，对这个动工台车啊，为了满足这个结构条件进行了一个改造。第二一个呢，对接点我们采取的是冻结帷幕注浆加固的这个综合加固体系，在盾壳上呢也提前预留好了一个相应的冻结孔，为后续冻结施工提供了一个便利。同时在盾体上增加了相应的环纵类的一个加固，为后续盾体的一个加固减少了一个现场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我听下来呢，是这个加固好像冻结也是唯一的办法，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水底下这么深的地方，你是做到对地基进行加固，是吧？对，也没有办法是用机械的办法，因为你这个邓沟是没有考虑机械的对接的措施，因为冻结的效果啊是非常的重要，决定了这个对接的安全性。在这个冻结的这个具体的这个细节当中，你们是怎么考虑确保它的安全的？首先呢，是我们采取的是帷幕注浆加冻结的一个综合加固方案。整个冻结选用了363个冻结孔壁，采取的是异步冻结。我们看这张图，我们采取的是帷幕注浆加非对称异步冻结的一个方案。首先这是先行的停机动工机，在先行动工机处打设冷冻管，
在后型盾构机打设冷冻管，利用这个冷冻管进行一个帷幕注浆，先进行帷幕注浆加固，对周边凸体进行一个改良，然后再打设这个相应的冷冻管，在冷冻管里循环冷冻盐水，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一个冷冻帷幕。我注意到是吧？你这个冷冻管的长度啊，在先行的地方你打的长，后来你打的这个短，为什么你不反过来？我想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啊？先行打的长，后行打的短，这是我们采取的非对称异步冻结，主要目的呢是减少冻结体的一个冻胀量，对结构安全有一定的一个保障。先行冻构机因为是先停在这个位置，后行冻构机还要继续完成它的这个对接任务，所以我们在先行冻构机一期拆机完成之后，再进行一个冷冻管的一个施工，它是一个先施工的一个工序，所以把长的一边放到这里。我理解了，就是因为你这个先这边加固的话，这边呢，不希望土太硬，因为盾构还要再掘进过来，对，所以这个还是次序上还是很有讲究的啊，很有讲究的哈。我们通常来说，就会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先到的这个盾构啊，它是在软土里边，对，时间要将近2年了，是吧？确保它不要往下沉，这个上面你们采取的是什么措施？先行盾构机停机之后，我们采取了以下几个方式进行了一个盾构机的稳定措施的一个实施。第一部分呢，就是盾头部分，我们通过盾构机的超前注浆孔以及径向注浆孔，对盾构机外部的土层进行一个注浆加固，保证盾构机的一个稳定性。同时对盾构机的泥水舱和气泡舱进行置换，里面置换成了一个砂浆，保证一个盾构刀盘的一个整体稳定。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对整个盾体进行了一个加固。加固的方式呢，采取的是56道纵类和6道环类，进行一个整体结构刚度的一个加强，防止这么高水压下一个围压荷载，保证盾体的一个稳定。第三部分呢，就对盾尾这个位置进行一个28组的一个止退和防渗的一个加固措施，主要目的呢，防止盾壳进行后退，也进行了一个端部的一个密封，防止盾尾渗漏水进来。再一个就是对盾尾后面的20环管片进行了一个拉结固结，形成一个整个的一个稳定区域，确保整个隧道的一个安全稳定。其实你不仅仅是在考虑这个盾构往下沉，你还防止就是万一盾构往后退啊。同时呢，还考虑到盾构后面的结构的一个加强它的一个整体性。先到的盾构，你这个稳定性的问题解决了，那边的这个盾构过来。这个时候的这个精度啊就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接不上的话，那你这个对接就不会成功了。那么怎么样你们是保证这个对接的这个精度的？我们在后行对接盾构机上搭载了一个自主研发的 VMT 相向掘进可视化掘进系统，实时显示我们后行盾构机与先行盾构机的一个相对位置关系。通过这个跟踪激光仪的一个跟踪，优化控制网的一个精度。我们确保后行盾构机与先行盾构机位置的一个相对位置关系，过程中进行是一个实时的一个调整。在对接段呢，选取了100米的一个对接段的实时段，在这个位置呢就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微调，保证我后行盾构机能够按照我预定的这个指令到达我对接点。通过我们各方的这个努力呢，最终实现了一个水平0毫米。垂直2毫米的一个高精度对接。从这个上面我看明白了，就是实际上你在你这个后道的这个盾构里面呢，你可以通过电脑能够3维的，就是模拟现状现在的情况。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够做到精度这么高的一个原因了，是吧？我想哈，那个0毫米应该是运气，是吧？0毫米是一个运气，2毫米是水平，是这么说。对接接上了，接下来的问题呢？很显然，你要拆除这2个盾构，是吧？是的。我们先行盾构机拆除用了8个月的时间，后行盾构机的拆除用了3个月的时间。这个时间上差别还是蛮大的啊。是的，因为先行盾构机没有考虑到洞内拆除的这个方法所以从方案的落地到现场的实施总共用了8个月的时间。后行盾构机因为它是已经知道自己要有一个对接的使命，洞内就要拆解，所以在盾构机制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参考了先行盾构机洞内拆解的一些经验，在后行盾构机制造过程中进行了一个模块化的设计，在到达对接点之后，盾构机的拆除进行一个模块化的拆除，这样的话减少构件的一个
小杂乱，能够整体运输隧道，这样的话就会提高了施工效率。那么，当我们这个对接这些事情做好以后，很显然，这个对接段的这个结构啊，这个结构你是怎么考虑的？白教授，我们是这样的，首先这是两台动固机的一个对接的一个情况，我们利用原有动固机的8公分的一个盾壳作为外侧止水的一个支撑体系。对接段呢，这是线性动固机的刀盘，这是后线动固机的一个刀盘，把圈梁进行一个保留。总共这个对接段有三道缝，每道缝呢设置相应的这个外侧的止水钢板和内侧的止水钢板。内侧止水钢板之间呢填充环氧树脂，因为它这个情况是在冷冻条件下施作的，它这个环氧加固跟这个冷冻一起形成一个防水体系，确保开挖过程中一个整体防渗。内部结构呢，再利用2公分的一个结构面板。整体对接段的结构形成一个钢壳体，然后在钢壳体里填充了一个混凝土，作为一个整体永久结构的一个实施。这个混凝土呢，具有抗冻、膨胀和流变的性能。因为浇筑混凝土的前提是它是在冷冻情况下，它还在零下5度以下。对，在这种情况下浇筑混凝土，为保证混凝土的质量呢，我们也是特制研发了一种新材料。又要抗冻，又有微膨胀，还有流变，确保整个混凝土的填充顺利，保证结构的一个整体稳定。就是不要让它成为将来在抗争时期的时候，这个变成一个弱点，是吧？是的，梁总啊，这么看起来哈，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交流啊，你已经非常清楚的把我想知道的这几个关键的技术呢，都做了一个介绍。因为你们采取了这些措施，使得你们的对接能够达到非常高的精度，同时也满足了将来运营期的对隧道撑起结构的这个要求啊。这个工程确实是做得非常成功。我认为，虽然这个对接是你们不是预先想到的，可是你在这个当中产生的技术，我认为将来还是有可能在其他的场合当中，为我们未来打算最初的时候就要考虑对接的话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同时也为未来将来有可能哪里的这个工程当中灯沟阻隔层坏了，也提供了一个对接补救的一个方法。对非常好的一个交流。今天我们的白银说税节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下个星期五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再见。